我与夫君和离时，各自瞒了对方一件事。我未曾告诉他，提出和离并非因嫌弃他在战场上伤了根本，而是发现父亲私通后宫嫔妃，怕连累他才狠心和离。他也未曾告诉我，他的根本从未伤过，是当初大夫断定我难以生育，他怕我难过自责，才编造了那般托词。原本我们永远不会知晓彼此的秘密，直到3年后，我家送亲的喜轿与他接亲的喜轿意外相撞。那时他已官拜大理寺卿，要迎娶的是阳城尊贵无比的郡主，而我终因父亲之事受牵连，为保全家族，不得不嫁给战死沙场的薛小将军，行一场冥婚之礼。我俩四目相对，顾燕之那双黑眸冷冷淡淡，从我身上扫过去，没搭理我，只管骑着马从我身边过去。雪沫子扑了我一脸，呛得我眼泪都出来了。他身后跟着的喜嬷嬷笑着替我回话：咱们顾大人要去迎的是上阳城的扶桑郡主，小姐，你这是要嫁到哪儿去啊？怎么不见新郎来接？我要去的是上阳薛家。一听是上阳薛家，喜嬷嬷脸上的笑一下子僵住了，一时没再吭声。雪路不好走，去上阳怕是要跟他同行3天了。我望着远处那个沾满风雪、高高坐在马背上的少年，愣了好一会儿。我跟他15岁认识，17岁成婚，20岁和离。3年前我拿着一纸和离书让顾燕之签字，那场面还跟昨天似的。他受了伤的手攥着被我摔碎的定情玉佩，血水混着雨珠子一块往下淌。他死死拽着我的手，急得不行。非和离不可吗？双灵，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，还是你想要的我没给你？你只管说，哪怕是要我的命我都给，只求你别跟我和离。豆大的雨点子砸在我伞面上，头顶上雷声轰隆隆的，我喉咙里涌上一股腥甜，硬是憋成了一声冷笑。顾燕之，我要荣华，要富贵，你拿什么给？你一个武将，现在在战场上伤了根，也再拿不起刀剑，一个废人，能给我什么？是我当初在他最狼狈、最需要我的时候跟他和离的。他忍着疼签了放弃书，还把我嫁妆全还了。他只说了一句：愿陆小姐他日能重觅如意郎君。后来他重新参加科考，一路高升，当上了大理寺卿。而我阿爹呢，因为忤逆圣意被判全族流放，还是因为陆家跟薛家已经定下的婚事，家里的女眷才幸免于难。我收回思绪，雪粒子噼里啪啦砸在车轿上。丫鬟秋兰看了看路面，指着前面不远的上云客栈：小姐，天黑了，路更难走，今晚咱们只能在这儿歇了。我点点头。顾燕之也在这儿落脚，店家忙着招呼，给我们上了一壶热酒暖身子。顾家那喜嬷嬷忽然过来：小姐，您要嫁的上阳东城薛郎可是姬妾成群，我听说前阵子他那正妻刚打死一个。多谢嬷嬷提醒，我会小心的。顾燕之放下酒杯，神情带着轻蔑：陆双灵，薛景怀那个登徒浪子你也嫁，自甘为妾？你图他什么？他顿了顿，眼里也没藏住鄙夷。图他夜夜笙歌，棉花素有。当初嫁他时，我跟他说过，要娶我，就只能有我一个妻子。我咽下已经到了嘴边的强颜欢笑。顾大人确实文采斐然，可我的确是个俗人。秋兰扯了扯我袖子，小声说：小姐，你怎么不说？你要嫁的不是上阳东城薛家，是西城薛家。西城薛家就是那个刚死了的薛小将军，我要嫁的就是他。我跟他没有拜天地、洞房花烛，只有封官合葬，婚事待成。看我沉默，秋兰急得声音都破了。小姐都到这个地步了，还要让大人误会吗？为什么不跟大人解释清楚3年前你跟他和离的原因？说什么？说我发现阿爹私通后宫嫔妃，说一旦被告发就是株连9族的大罪，说我怕连累他才跟他和离。他对我来说是天上的月亮，我怎么舍得弄脏那月光？3年前就没打算坦白，现在都要各自进去了，再去坦白还有意义吗？我该怎么说？又从哪儿说起？正胡思乱想着，顾燕之扔下2块碎银子，起身要走。就在这时，客栈的门被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乞丐撞开了，呼啸的血片子像细刀子，刮得人脸疼。老乞丐捧着个破碗，黑黝黝的脸上全是风霜。他拦住顾燕之去路：大人，赏我碗粥吧，我不白吃您的，就要1碗粥钱，让我今夜在这儿避避风雪。我上知婚姻劫难，下晓疾病寿辰，大人算一卦吧。顾燕之脸色阴沉，他从来不信鬼神之说。喜嬷嬷是个有眼力的，递了碗粥笑道：我家大人不信这个，这碗粥你拿去吧，只需你说句吉利话，祝我家大人跟扶桑郡主新婚大吉。可大人跟郡主命中并无姻缘啊。好你个糊涂的老乞丐，我家大人跟郡主情投意合，马场出狱就共立生死。郡主心爱的琉璃杯、明珠首饰，
大人没有不备的，郡主更是亲手给大人绣靴子、绣荷包，2日后就是他们婚期，怎么会命中无婚约？我没想去听，可鼻子却酸了。跟顾燕之成婚3年，他还是个不解风情的武将，从没送过我珠钗首饰。我每次拿花本子点他，他也只会笨拙地把库房钥匙给我。夫人想要什么，自己去买便是。可现在呢，他待郡主竟这么体贴入微，时间真是个好东西，让不解风情的人变得温柔起来。我垂下眼，招呼秋兰回客房，却被那老乞丐拦住了去路。小姐，不如让老朽给您算一卦，只要1张饼就成。2年后，小姐可得1儿1女，龙凤呈祥。掌柜的，出来管管事，把这满口胡话的老乞丐赶走。算了，他就是个可怜人，想讨口饭吃。他是为了活命才编这些荒唐话。他不知道我要嫁的是个死人，不可能有孩子。没有人愿意撒谎，只是事到临头，迫不得已。顾燕之冷着脸转身走了，一枚雪玉平安扣从他腰间掉下来，我呼吸一下子停住了。我给他求的平安扣，他还留着，那平安扣上还刻着我的名字。我不自觉捡起来，追了顾燕之2步。顾燕之，你的东西掉了！顾燕之身形顿了一下，衣袍翻卷，像风里的芦苇那样轻轻一颤。他冷漠的声音跟着无情的风刺进我耳朵里：无用之物，扔了便是。说完，他挺直脊背，决然走进了长廊。我捧着雪玉僵在原地，连风都看不下去了吧？帮着顾燕之嘲笑我迟来的深情，我愣在那儿，盯着那道消失在长廊里的背影，胸口堵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压下满腔难过。我刚回到房间桌前坐下，就猛地吐出一口黑血，溅到那玉质平安扣上。小姐，我去请大夫。我虚弱的抬起手，脸上血色全退了。没必要。上轿前，阿娘给我喝的送行酒里下了慢性毒药，她怕我临阵脱逃，私自跑掉。如果死已成定局，我就再没有逃的理由了。第2天我继续启程时，顾燕之已经走了。马车上，秋兰给我备好了暖手炉，她推开窗户往外看，感叹道：小姐，这冰霜路好走了许多。顾燕之先走了，雪地里有被压过的车轮印，咱们沿着走就好。轿辇慢慢往前，走到上怀关的时候，我突然喊停了车夫。稍等，这儿有个小村庄，我记得成婚第1年跟顾燕之打猎路过这儿，我说这风光真好，顾燕之就亲自去砍竹子锯木头，给我修了个小竹屋。等以后战乱平息，四海上平，我就守着你在小竹屋里共度余生。再也没有机会了，我想最后再去看一眼，就当是我们已经共度余生了。可那小竹屋早就被烧成了一滩灰烬。我忍住泪意，正要往回走，邻居大娘看见我穿红衣裳，从院门口探出头来。小姐是新婚吧？祝小姐所嫁良人余生恩爱。小姐能不能赏老婆子一些喜果子，给孙孙解解馋呀？她身后茅草屋里有小孩的吵闹声传来，我喊秋兰回车上去拿喜果子。小姐，您是要嫁去上阳吧？这上东城最近喜事可多了，最值得一说的是，那大理寺卿顾大人总算得偿所愿，迎娶扶桑郡主。扶桑郡主14岁去赵国和亲，给顾大人留信说，希望顾大人能另娶他人。那顾大人真就娶了别人，不过好在命运眷顾，顾大人和离了。扶桑郡主也终于从敌国回来了，他们也终于能圆了遗憾了。您和您的郎君也一定会白头到老的。我愣在原地，冰雪落在我额头上，让我心里生出一股凉意。所以，顾燕之娶我，只是为了圆扶桑公主的一桩心愿。所以哪怕我在她最难过的时候离开，她也只说了一句：愿你再寻得如意郎君。原来是因为她不在乎。不在乎好啊，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？从此风月再不相干。跟他和离后的那年冬天，我冒着大雪上青城山祈愿，我祈求顾燕之青云直上，大志得酬，祈求他心里没有我，能再娶佳人。如今件件都如愿了，我该开心才是。真好啊，祝他们百岁不相离，结发为恢宏。我得继续启程了。马车刚走出几十里，马夫就惊慌地禀告：小姐，前方山崩了，一时半会儿怕是不能通行。风雪越来越大，前面顾燕之的侍卫们正在清理碎石，只能又停下来歇着。秋兰扶我进了附近一个山洞避寒取暖。
进了洞口，就看见阴暗潮湿的山洞里已经生了火。顾燕之就坐在火堆旁，喜嬷嬷热络地招呼我一起歇息，然后领着秋兰出去抱柴火。柴火噼里啪啦地烧着，只剩下我和顾燕之。我隔着跳动的火焰，借着火光看向对面的顾燕之，她微微闭着眼，一身红衣。我们成婚时正赶上国丧，不能大操大拜，只能穿着寻常衣服拜了天地。就算成了婚，那晚顾燕之跟我喝了何小酒，就跟我保证，以后一定要让我穿上凤冠霞帚，她红妆十里，替我补上婚嫁之意。从那天起，我就在盼着，等我们穿上婚嫁礼服会是什么样。我心里涌起一阵悲凉。如今再穿嫁衣，却是各自婚娶，再不相干。我隔着蹿高的火焰，就这样静静的失神看着。顾燕之乌黑的眸子平静的朝我看过来，眼神里带着明显的厌恶。我赶紧别开眼。陆双灵，薛家并无喜好，也并无纳妾之意。山洞狭小，安静的只能听见急促的喘息声，冷汗浸湿了后背，我的心跳从胸腔里用力往外撞。他都知道了。给薛景还那个浪荡子做外室，是你自愿还是家人定下的？他竟以为我是给薛景行做外室，外室可是比妾还要低等的。也难怪他这么想，阿爹出事的时候，他上门来问过的。你是不是怕拖累我才跟我和离？他在雨里站了整夜，说如果阿爹有冤屈，他替我伸。他把房契地契交给我，说他会努力科考入仕，替我撑起陆家门楣。可那时我怎么说的？我说替我撑起陆家门楣。顾燕之，你一无权势，二无根基，往后更是无能。你倒是说说要替我怎么撑。我还说，你若真想再娶我，那就认回顾相这个父亲，给我荣华富贵，我还能忍着恶心跟你这个废人在一起。顾相是他发誓断绝关系的父亲，更是为了扶正外室逼死他母亲的仇人。我捡最伤人的话说，把他伤了个彻底。我收回思绪，低下眼，强扯出一抹苦笑。我若不愿，没人能让我低头。我是心甘情愿的。薛景恒虽然浪荡多情，但家财万贯，对外事更是愿花千金哄着。我就是欣赏他这性情做派，跟我一样。顾燕之厌恶的眼神直直扎过来，尖锐的我不敢抬头去看他。他冷笑一声，讥嘲淡淡从唇角溢出来。我攥紧手心，任他冷漠的像冰一样刺得我千疮百孔。就在这时，秋兰拿着婚书进来，慌慌张张打破了这沉寂。小姐，婚书都被风雪弄湿了。她走得太急，被碎尸一半，整个人砰的一下栽在顾燕之面前，怀里的婚书唰的散开，摊在地上。顾燕之低头，目光落在那纸养书上，今有薛家郎君与诏为国捐躯，哀其魂故。陆家女双灵自愿与君结下松诉。秋兰手快，赶紧把婚书捡起来，爬起来。我的呼吸都变轻了。突然又想起顾燕之有夜盲症，在暗处就看不清东西。婚书，陆小姐不是要嫁进薛家为妾吗？正妻才会有婚书呢。是秋兰的婚书，秋兰的婚书。我替她在上阳前看了人家，替秋兰相看人家是真的。我死后就放她自由。可顾燕之直接转过身去，让我面上极力维持的平静又显得可笑极了。风雪下个不停，丫鬟婢子们熬了一天，这夜终于撑不住了，我却一点睡意都没有。洞外风雪声渐弱，洞内柴火噼里啪啦，我浑身有点发烫，想吹点凉风散散热气。走到洞口，发现顾燕之已经在洞壁旁，有些怅然失神，拿着酒壶仰头往喉咙里灌酒。我赶紧往后退，想回山洞，却不小心踩到枯树枝，惹得顾燕之回了头。我一眼就看见了他脖颈上那道狰狞的疤痕，记忆翻涌而来。那一年祖母生辰，他陪我回府庆贺，祖母给姐妹们准备了锦织布匹，我去的最早，却是最后一个被允许挑的，捡的都是别人剩下的。几天后，我寝房桌上就放了一件华贵的云锦罗裙，我感动得掉眼泪，感动我这个不解风情的郎君，懂我未曾说出口的难过。很久以后，我才从他同僚口中知道，那云锦罗裙是马球比赛的彩头，他脖子上那道疤就是那次打马球落下的。顾燕之的声音把我从回忆里拽了出来。陆双灵，以后别再有意出现在我眼前了，就当我们从未相识。各自珍重，江湖路远。话说完，他不等我回应，就转身走了，走向更远的山洞外，去看碎石清理的进度。我的难过来得后知后觉，我就这样静静地站着看着。
看着顾燕之越走越远的背影，听着雪山上只有呜咽的风声。我这一辈子一直在顺从，唯一一次违逆父母，就是嫁给他为妻。那3年，好像一场不真切的幸福幻梦。他曾对我那样好过，我当然不会让他失望。顾燕之这一走，就再没回山洞。第二天天刚蒙蒙亮，路就通了。侍卫替顾燕之牵来骏马，他披上大森，翻身上马，快马加鞭，即刻启程，命令格外铿锵。顾燕之迫不及待地扬长而去。我抬眸往远处看，一袭红衣在青灰色的天幕里渐渐隐去。他走了，我们也该启程了。我的送嫁队伍直到天完全黑透才赶到上阳城城门口。我本就故意拖延，好跟顾燕之的迎亲队伍错开行程，没想到还是又碰上了。顾燕之的随从们还在清点内书，不清的聘礼，一箱箱璀璨珠宝像流水一样摆了至少1里长。秋兰看得眼红，难受的直哽咽。小姐，从前大人娶您的时候，聘礼礼单一张纸都写不满，如今娶郡主却这么奢华。我却淡然如水。他摒弃家族身份，弃武从文，官拜大理寺卿，是越过了重重艰难的。如今的风光无双，是他应得的。小姐，送您到这儿，老奴就要回去复命了。我正出神，身旁随行的嬷嬷来告辞。送嫁本该有亲眷送，可阿娘说晦气，就只差了她贴身的嬷嬷来送。小姐，夫人交代过了，您嫁进薛家，薛夫人一定会问您还有什么遗愿。届时请您渴求薛家在圣上面前多为陆家美言几句，得到薛家照拂，陆家未出嫁的女儿才能求得美满婚事。听他说完，我只问了一句：阿娘可还叮嘱别的？嬷嬷摇摇头，说再无他话。我的呼吸变得有些沉重，我就要死了。可我的阿娘竟连一句愿我一路走好，来生康健的话都没有。小姐，您身为长女，这些是您该承受的。因为是大女儿，就该受苛责冷淡，就连顾燕之也跟着我受尽屈辱。嫡长女就该为了家族利益牺牲，跟薛小将军冥婚。大雪纷纷扬扬落着，我眼里氤氲起雾气，淡淡应了一声：知道了。城门口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抬头望去，只见一个面容精致的女子笑着从车轿里跳下来，直奔顾燕之身前。顾燕之，快看我给你带了什么，冰糖葫芦，可甜了。不用猜，这么金贵的肯定是那扶桑郡主。郡主怎么来了？天寒地冻的，按理今日郡主不可见我的。可我想见你，快尝尝甜不甜。他无奈又宠溺地咬了一口，皱着眉说：甜极了。细细碎碎的雪还在下着，沾了我一身湿凉。从前我爱吃冰糖葫芦，也变着花样做给他尝，可他总是拒绝。时间在走，人也在变。顾燕之单手托起郡主的腰，横跨上马，勒起缰绳掉了头。恰这时，喧天锣鼓响起来，薛家来迎我的人马从顾燕之马前经过。奴等来迎接陆小姐。迎接我的不是喜轿，而是一口漆黑的棺材。扶桑郡主被那棺木惊了一下，短暂的朝我投来视线。你是哪家的执事？为什么用棺材来接？回郡主，奴才是薛家的。薛家？那不都是喜轿进棺材出吗？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？是他那薛夫人发了话，薛郎子要再纳妾或养外房，只能用棺材去接。扶桑郡主还想说什么，被顾燕之拦下了。顾燕之轻蔑道：他人要作茧自缚，你又何必浪费口舌？说完，他很快纵马离去。我盯着顾燕之远去的背影，想着，如果有朝一日他知道这是来接亲的棺木，也是我死后的灵柩，会为我难过吗？这个念头刚冒出来，就被我压下去了。我这一生，桩桩件件都由不得我选，到头来，还是摆脱不了这残酷的命运。顾燕之，你就该像现在这样大步向前，别再回头了。小姐，请快点入关吧。怎么能用棺材来接小姐进城？小姐马上要跟我们家郎君封棺合葬，不用棺材来接，难道用8台喜轿吗？我冷了声音，回身上轿。婚期定在明天，明天我会准时出现在将军府。
还剩下半天，我还有一件事必须做。我曾在菩萨面前许过愿，一愿顾燕之青云直上，大智得筹；二愿他得娶佳人，心中无我。如今都实现了，我必须去还愿。城西有座大昭寺，我去的便是那儿。大罗宝殿，金光的佛像俯视众生。我点燃3支香，跪在蒲团上，双手合十，含愿之后，又虔诚地求了3愿。一愿来生不生在世家大族，能得自由身；二愿来生有父母兄长疼爱；三愿心事已毕，我穿过前殿朝山下走，殿前的祈愿树上红丝带飘扬。我忽然就想起3年前年关时，顾燕之曾跟我说：“阿玲，这大昭寺求姻缘最灵验，等过了年关，我们便去上阳，把祈愿条挂满祈愿树，护佑我们婚姻顺利，万事圆满。”然而出行前一夜，我却发现父亲私通后妃，仓促间就定下了跟他和离的决定。那时没能挂上，如今也终是一曲别离。风雪渐大，屋顶的红瓦撑不住往下掉，眼看要砸到我头上。小心！秋兰惊呼声中，一道红色身影徒手接住，替我挡了一下。他的手掌霎时被割开一道狰狞血口，是顾燕之。我道谢的话还没说出口，他径自侧身从我身边经过，侧脸冷然：“陆双灵，你来祈愿什么？祈愿荣华富贵，还是祈愿你跟那浪荡子姻缘顺遂？”我没忍住，尖锐的反问：“那顾大人又是来求什么？来求健壮如初，子嗣连绵吗？”他果然刷地青了脸色，到了嘴边的反驳又生生咽了下去。他想说自己的根本从没伤过，是当初大夫断定我难以生育，他怕我难过、内疚、自责，更怕我为了子嗣替他纳妾，才想了这么个托词。当初没说的，现在再说也多余。我硬撑着，看他冷厉的背影走远，终于猛地又呕出一口血，刺目的鲜红在皓白的雪地上开出一朵妖艳的花。雪还在纷纷扬扬地下着飘着，总有一天雪会停，春日也会来临。方才佛庙前，我求的第3愿是，愿倾尽我来世3生烟火，换他此生子嗣昌隆。秋兰扶着我起身，我平静的要走，却被他拽住。小姐，我们趁现在逃走吧，咱们逃得远远的。你为陆家牺牲太多了，不该是你去替嫁的。我该怎么告诉他，世上身不由己无法抗衡的事太多了，有时候死反而是一种解脱。我笑着用帕子替他拂去发间的雪，擦了他脸上的泪。秋兰，你想喝茶吗？以往每到冬日，秋兰总会给我烹茉莉花茶。她说茉莉花茶最清甜，喝了热茶，寒冷的冬天好像也没那么难过了。我找僧人寻了间厢房给她烹茶，不过这次我还放了点迷药，亲眼看着她抽抽噎噎把一杯热茶喝下去。等他醒来，一切都结束了。人归于尘土，都会过去的。我把他的放级文书、定好的婚期，还有封后嫁妆的契书，全都塞进了他袖子里。我迎着风雪启程。夜色已深，风雪依旧不止。我想等来年，我或许也该化作这世间的飞雪，伴于清风朗月，寻真正的自由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，从大昭寺返程的马车上，顾燕之眸色沉沉，眉间的阴冷浓得像树上的霜冻，化不开。风雪簌簌落下，扶桑郡主掀开车帘，满目洁白，心驰神往。顾燕之，又下雪了，真好看。我听说3年前陆家出事，你跪在雪地里求了顾相整整1夜，让他保全陆家女眷。你血骨铮铮，曾发毒誓不再认顾相那个爹，你爱极了他。高马上的男人沉默不言，仿佛没有听见。扶桑继续说：“顾燕之，我跟你长兄各有苦衷，彼此错过了好几年，如今也破镜重圆，你当真要让自己遗憾终生吗？”顾燕之依旧沉默着，脑海里却早已像走马灯一样放映起跟我的从前。恩爱时我的一颦一笑，和离时我的疾言厉色，重逢后我的冷寂淡然。和离这3年，我变了，他也变了。官场如战场，一路明枪暗箭，
他是从尸山血海里闯过来的。我说想要荣华富贵，如今他有了，我若想要权势，他也有保全我的能力。可同行3日，我终究是一眼都没看过他。他问过我是否自愿，只要我说我不愿，哪怕是虚假情谊，哪怕是机关算尽，他也甘之如饴，愿红妆10里重聘我为妻。甚至这一路，他穿着红而不艳的褶红，旁人一看就知道他并不是真正的新郎，他是替坐轮椅的兄长来迎亲的。这么明晃晃的事，我都是知道的，可我也一句都没问过，一句都没有。他这才明白，过往一切我早已释怀，困在过去的只有他，被我亲手撕碎了的他。他婚前就答应过我，只要是我想要的，天上星、海底月，他都替我寻来。他想清楚了，我既是真心喜欢那个浪荡子，那就由他来替我扫清障碍，护我余生周全。顾燕之握着手心，那条被血浸透还没来得及挂上去的祈愿条，上面是他囚禁的字迹：愿陆双灵得偿所愿，事事顺遂。腊月18，扶桑郡主热热闹闹出了阁，上了顾燕之带来的接亲喜轿，红妆10里，送亲队伍浩浩荡荡，所有人脸上都堆满了喜色，唯有顾燕之除外，眸色沉沉，表情冰冷，仿佛含着冰叉。跟我成婚的时候，他已经跟丞相父亲决裂，只是京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教头，囊中羞涩，变卖了母亲留给他的遗物，都写不满1张嫁妆单子，又赶上国丧，两人是穿着青山拜的堂。日后定要你穿上凤冠霞帔，10里红妆，替你补上婚嫁之意。成婚3年，他从未有一刻忘怀。然而就在昨日，他那般视若珍宝的人，却被人用漆黑的棺木接亲。他就那么爱他吗？受这种屈辱，竟然也自愿忍受。遇刺的勒马黄江让他攥遍了形，想不通理还乱，索性从思绪里果断抽身。正要回神，忽然看见巷口一口黑棺缓缓而出。骇人的是，棺身上绑着红色绸带，还贴着大红喜字。晦气2个字直冲顾燕之脑门。他一家马夫加鞭上前，来到发丧队伍前，可一腔怒气又在看到薛小将军的牌位后消了个干净。他跟薛君清曾一起在战场上浴血，1个月前他战死身故，令人唏嘘。薛小军10日前便已身亡，怎么今日才停灵发丧？回大人，我家将军7日前就发了丧，今日发丧的是他的夫人陆氏。顾燕之疑惑更浓。大人您没记错，我家小将军生前的确并未娶妻，正因如此，我家老夫人她终生未能成家就早早离世，便为他缔结了一门幽契。棺内躺的便是昨日才殉葬的夫人，说来还跟您是同乡呢。顾燕之心头突然涌上一阵说不清的慌乱。同乡？是啊，大人，贵人多忘事。3日前我去迎亲，我家夫人的喜轿还跟您接亲的喜轿撞上了呢。家丁说着，脸上笑意又淡了些。天可怜见，扶桑郡主是嫁良人，而我家陆夫人却是饮了毒来赴黄泉，剧毒断肠散，也不知道她怎么挨过来的。唉，她跟您同行而来，您一路没见她有什么异样吗？再抬眸就看见顾燕之脸色霎时阴郁。你家陆夫人姓甚名谁？我家殉葬的夫人是京城前太傅的庶长女，姓陆，名双灵。只一瞬，顾燕之如遭雷击，连呼吸都止住了。正这时，秋兰踉踉跄跄不知从哪儿跑来，她被风雪打湿，身上满是脏污泥土。她看见我的灵柩，整个人满是悲痛，直接跪到灵柩前。小姐，为什么不让我送您最后一程？小姐，我不要嫁人，我不要金银，我只求能继续伺候您左右。小姐。顾燕之大脑一片空白，不敢相信。怎么会是他？秋兰看着灵柩里的人，痛得说不出话，任由泪珠滚落。顾燕之胸腔像被针密密麻麻扎过，疼得几乎没法喘息。身旁有围观百姓在议论：这薛小将军生前忠烈，薛老夫人怜他殒命后未曾婚配，听说陆家送来婚配的不是曾定下婚约的幼女，好像是有过婚嫁的长女。顾燕之怔住了。薛家婚约，薛家跟陆家幼女有过婚约，可笑他竟然觉得薛小将军战死沙场，这婚约就该作废了。所以我要嫁的不是那个浪荡子薛景怀，而是要嫁给刚战死沙场的薛小将军。他盯着那漆黑棺木，目眦尽裂，喉咙里堵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他踉踉跄跄，不顾众人劝阻，
一剑劈开了棺木。他不信，不亲眼见到尸骸，他是不信的。然而棺盖劈成2半，棺木里我穿着红色嫁衣，妆容精致，唯有面色惨白，安静的就好像只是睡着了。顾大人，我家小姐已经死了，求你让她安息吧。听到动静的薛老夫人匆匆赶来，见是顾燕之，沉冷的面色有些微微抽动。薛家原本要的是陆家幼女，直到人送过来才发现是已经和离过的陆家长女，可事已成定局，他们也只能将错就错。而今见顾燕之这般悲痛，才知道虽已和离，他心中亦有我。顾大人，我们该启程了，莫要错过吉时啊！顾燕之冷声吩咐心腹刘明，把郡主送回上京城。大人，您不同我们一起回上京吗？陆小姐已经再嫁他夫，嫁给薛小将军了。是他贪慕荣华，是他在您最狼狈时抛下您。这等不仁不义的女子，您又何必为她伤怀？顾燕之满眸悲痛，声音沙哑至极。启程。扶桑郡主见此场面，心里说不上来的难过，可他知道自己无法插手，也不能插手。秋兰听着这话，胸腔蓦地涌上一阵悲凉。她为我难过，我生前受尽苦楚，死后又被顾燕之劈开棺木，被他的心腹恶言重伤，她替我不平。若非小姐当初执意跟顾大人和离，你家的郎婿当真能如此平步青云，官拜大理寺称吗？如今您要娶扶桑郡主，也请您不要扰了我家小姐的清静。一字一字砸来，好像要把他的整颗心都撕开。他不顾百姓们的目光，只一步一步向前，把那个面容平静的女子从棺木里抱了起来。他记得他许诺过我的，日后会允我凤冠霞帔10里红妆，补上婚嫁之意。如今他来践诺了。顾大人，明家了这件事是小姐生前决定的，是薛家请旨才护下了陆家女眷。小姐说这个恩情她必须去还，她不能违背她生前的遗愿。然而下一秒，就听顾燕之冷声：“他是为了报恩才明嫁。”顾燕之冷眼看着站在不远处的薛老夫人，一步一步朝他走过去。薛老夫人，谢恩让双灵明嫁，薛家跟陆家是什么恩情？薛老夫人气血上涌，话都说不出来。她将门之家见过太多生死，可如今顾燕之那样冷漠又绝望的眸子，却是她第一次见。大人，陆小姐体内有2种毒，一种是刚服下不久的鹤顶红，体内还有一种慢性毒药，应该服下去有些时日了。顾燕之随行的大夫看过我后，回禀顾燕之。马车上，顾燕之看着怀里的我，她初次见我是在上元灯节，我戴着面具猜灯谜，无数才子聚集，竟被我夺了魁首。她对我心生兴趣，追上前，却见我摘下面具，提着花灯和身旁的婢女笑说：“秋兰，这花灯我可给你迎来了，花灯节的事你可要保密。”上京城的风雪有些盛大，那一刻他却怔住了。风雪好像吹乱了他的心。我要嫁他时，陆家不知道顾燕之的身份，于是百般阻拦。可我只问了他一句话：“顾燕之，你待我可是真心？你日后只能有我一个妻子，你能否做到？”吾对汝之心，天地为证，日月可见。只有这一句，我就忤逆了父母，决然嫁给了他。自那时起，顾燕之便想，这么好的夫人，是他用命也要护住的。陆家出事时，是他第一次跟故乡服软，他恨了故乡整整10年。自从生母身死，他就跟故乡断绝了父子关系，一人进了军营。他恨不能将故乡错过，杨辉拆骨入土。可他还是服软了。他想，他的傲骨，他的自尊，他什么都可以不要，只要陆双灵好好活着。和离3年，他不是没想过要去找我。他想，哪怕我憎恶他，厌恶他，只要能护我周全就足够。可顾相只冷冷丢下一句话：“今日我能保全陆家女眷，来日我定也能将他们挫骨扬灰。你既已跟陆双营和离，便不要再跟陆家扯上任何关系。”他的生父是个杀自己糟糠妻子都不眨眼的人，他是真的害怕了。他想，只有拥有足够的能力，才能护住我。于是他靠自己的努力往上爬，而今终于有了跟生父抗衡的能力。他知道我和离3年仍未嫁，于是他备好了红妆10里，也备好了凤冠霞躯。他想，
无论昔日我因什么缘由跟他和离，总归要荣华富贵。他给我，要权势，要风光，他也能给我。嫌弃他是废人，那他便跟我解释过往缘由。他已寻得大夫能治我的不孕之症。他想等他替兄长迎完亲，就把一切告诉我。然而车轿相撞，他看见我穿着嫁衣坐在轿子里，我要成婚了。那一刻，巨大的悲伤朝他涌来。得知我要嫁的是薛景怀后，他又气得不行。这样的男人怎么能配得上他的双灵啊？他将我抱在怀里，紧紧贴着我的额头。他呆了很久，都没能说出话来。他想骂我自作主张，也想质问我。陆双灵，你要我扶摇直上，大智得酬。那么你呢，陆双灵？那你呢？你就该去死吗？顾燕之一寸一寸抚着我的脸，喉间哽咽。双灵，我带你回家，带你回我们的家。他想，这次他抱住了我，就不要再放手了。快马加鞭2日，终于在当夜赶回上京。可刚到上京城，就看见陆家女眷等在了城门口，像是在特意等他。顾燕之下了马，就见陆念轩匆匆上前。他哭过了，满脸泪痕。陆念轩没看我，一眼都没，只是哭着跪在顾燕之身前。顾大人，您跟我阿姐已经和离了，我阿姐是自愿明嫁薛君清的，求您不要将她尸体带回去，她已经死了。既如此，就让她死得其所吧。顾燕之想到那慢性毒药，便知是我家人逼迫。他冷眼看着他。陆念轩，阿玲分明是替你明嫁，你怎能心安理得说出让她死得其所这种话？话落，他转身入城，要带他的亡妻归家，待我安安静静睡去，他便要一人一桩，一笔一笔尽数清算。他转身要走，下一刻便听见陆念轩哽咽道：“是阿姐偷走了我的人生16年，我为何不能让她替我去死？”什么？什么叫陆双莹偷走了陆念湾的人生整整16年？分明是陆双莹替代了陆念湾本该身死的结局。陆双灵原本就只是妾室的女儿，是她把陆念言和我换了。我在城外庄子受尽苦楚，而她却顶着陆家嫡长女的名号，享受着本该属于我的父母的疼爱。而今陆家必须有一个女儿去明嫁，以此来护佑陆家女眷，难道不该是她吗？现在她人都死了，明嫁不成。顾大人，求您看在我陆家满门妇孺孤苦的份上，放过我阿姐的尸身，不要让她白死。原来是这样，难怪双姨本是陆家嫡长女，到头来竟被废嫡为庶，就连府里的丫鬟也敢肆意欺负她。可这些他从未和他说过。他盯着陆念轩，声音只剩漠然。所以呢，他就该替你去死吗？说真的，我倒替薛小将军不值，他竟爱上你这般女子。他初识薛君清，便知薛君清心仪陆念轩，为了他甚至抗旨拒婚，而被他拒婚的是当今圣上最宠的小公主，因此皇上便把薛君清发配到了边疆。薛小将军，你这本当真值吗？若你娶了公主，便不必奔赴沙场，不必再过着今朝不知明日事的光景。你能复兴已经颓败的家族，能位极人臣。顾大人，若你有心悦的女子，你会计较得失吗？薛君清为陆念轩做的不止这些，他会因为陆念轩随口说的想要边疆的波浪鼓，便策马千里，日夜兼程，只为讨他片刻欢心。得知陆家出事，为保全陆家女眷，他立刻就与陆家定下婚约。薛老将军本是不允的，他长跪府中挨了上百遍，纵使受尽家法，亦初心不改。薛君清这3年一直在拼命的在战场上屡立战功，为的便是能独立门户，不必让陆念轩受家母苛责。到最后一刻，留下的书信也只是婚约已废，愿念轩再觅佳婿。顾燕之收回思绪，声音更冷了几分。陆小姐，如果我是薛君清，我或许也后悔那年在大昭寺前与你相识。这是薛君清跟他说的。那时薛君清受伤，右眼失明，被世家子弟嘲讽欺辱，唯有路过的陆家小姐用丝帕绑住他的眼。
人生在世，未必事事圆满，哪怕一辈子不见光明，心里澄净，便也能见万物。心里澄净，方见万物。他双眼失明，可在那一刻，他好像看见一个身穿白衣的女子，眉目温柔，站在他身侧，生养他的父母，愿他生于将门却成了废人，唯有那个女子站在他身侧。顾燕之垂下眉眼，霜雪落在我眉上，他轻轻拂去，低下头在我耳边呢喃：阿玲，到家了，我带你回家。霜雪下得更大了，陆念轩瞬间就不说话了，他愣在原地好半晌，自嘲：薛君清，你真是个傻子。小姐，雪落大了，小心着凉，我们先回府可好？他仍是全然不觉，只抬头冷冷清清地看着雪落在身上，喉头忽然梗塞。薛君清，若你知道你用命护住的人，并非是你心上的那个女子，你可会后悔？是了，那年大昭寺礼佛，他是不想去的，于是便让我去了。只是在礼册名单上写的名字依旧是陆念轩，薛君清行动的不是他，而是我。他用命护住，只求心上人一生欢愉的人，也是我。陆念轩心里有些说不上来的难过，他从未对薛君清心动，他本不该难过的，可不知为何眼眶竟有些酸涩。顾府这边，顾燕之把我放在卧榻上，他坐在我身侧，紧紧握着我的手，就好像我只是睡着了，他已经喃喃了一整晚了。他忽然想起前些天审理的一起案件。双灵，你知道吗？前些时日，我审理了一桩杀妻案，那男子在外养了3房外室，可他曾向正妻允诺一生一世一双人，那妻子便找他理论，说要把那3房外室挫骨扬灰。那男子情急之下竟把妻子当场杀害，而后又痛苦不已。当天审理案件时，我忽然就想起了你。若你是那人的妻子，你会如何？我想，你应该会悄悄跟我和离，然后彻底消失在我的世界。阿玲，怎么办？我真的永远失去你了。若是这样，他当初定然不会放开我的手，一刻都不会。他竟真的以为我不喜欢他了，他竟真的想放我自由。他答应过我，让我事事如愿的。他盯着床榻上的我看了又看，心就像被人撕裂开了，疼得他无法喘息。他艰难地闭上眼。阿玲，你要我怎么忘了你？眼睛一闭就是我的模样，是他每年寿辰，我亲自在厨房忙碌，给他做长寿糕，为他备下长寿面的模样。是我看到那个小竹屋时，惊喜地扑到他怀里，说等以后我住进这竹屋，就要种花养菜，那双期待的眸子满是星光的模样。是他在战场受伤，我为他沐浴，看到他身上狰狞的伤疤，哭到眼睛红肿，说恨不能替他受疼的我。他该怎么忘了一个他深爱多年的人？往后余生，他该怎么把这些回忆一遍一遍嚼碎，一遍一遍怀念着？顾燕之亲手把我入了葬，是他曾答应过我的十里红妆。凤冠霞躯，是喜也是丧，他重新迎娶了一遭他的妻，墓碑也是他亲手刻的。他还在庭院里种满了枇杷树，我爱吃枇杷，若有一天我回来了，看到这满园枇杷，也该有一刻欢愉吧。我入葬的第7天，顾相来了，他冷眼看着顾燕之。顾燕之，你要闹也闹够了，也该认祖归宗了吧？顾燕之坐在大厅首席，泛白的指节紧紧捏住茶盏，咔的一声，碎裂满地。他抬眸看着顾相，面前的男人老态龙钟，佝偻着背，刚说几句话就咳嗽不止。顾相莫不是说笑？自从10年前你亲手杀了我的母亲，我便跟你断绝了父子关系，何来认祖归宗？他永远忘不了母亲惨死在自己身前的恩旧模样，是顾香亲手喂了他毒，才导致母亲惨死。顾香默了半晌，良久叹了口气。顾燕之，当时我是有苦衷的。什么苦衷？是因那外室捏着你的真实身份，你本是逆臣之子，若这身份被发现，你怕丞相身份不保，所以才只能听由那外室摆布，杀了我娘，把那外室扶正。现在你又下了慢性毒药，让那外室带着秘密入了棺材，又想将我认祖归宗。顾相，你这如意算盘也未免打得太好了些。顾相的面色渐渐冷沉下来，这些都是隐秘，早被那外室带到了棺材里，他以为无人能知晓的，
却还是被自己的亲儿子查出来了。顾相是逆臣之子没错，但他是以寒门身份寒窗苦读，一路爬上丞相之位的。顾家门楣不该就此断送。难道他要因为自己的真实身份，就让顾家整整70多口人平白丢了性命吗？70多条性命于1条性命之间，他选无可选。亲手送自己的糟糠妻上路，他亦痛不能言。可若是顾燕之，他又该如何选？顾相这些年给那外室下了许多不孕的药，因此他只有2个儿子，长子却因在马场受伤，双腿残疾，无法担起顾家门楣。他对得起顾家满门，唯一辜负愧疚的只有他的糟糠妻。可偏偏顾燕之面容与那糟糠妻有7、8成像，他便只能将那些愧疚弥补在他身上。顾相不是不知道顾燕之放不下我，只是他实在不愿让顾燕之去趟那浑水。陆家的事绝不是私通后宫嫔妃那么简单，稍有不慎，顾燕之都会丢了性命，甚至顾府满门都可能被牵连。他不能眼睁睁看着顾燕之送死。顾相如今身体已经垂危，他必须把顾家托付给他，只能让他认祖归宗。可顾燕之仍是不愿。顾相原是想用陆家，女眷逼迫的，毕竟是我生前宁愿用性命相护的。可看到他这般悲伤的模样，他忽然想通了，他不能让他的母亲为顾家满门而死，此刻又让他唯一的血脉为顾家满门做违背心意的事。他沉沉叹息一声，终是转身离去。顾相刚走，顾燕之的心腹刘明前来复密。顾大人，薛家提出要冥婚的2人已经中毒身亡，如今便只剩陆家那些提议让夫人替婚的人了，要属下动手吗？顾燕之高坐上位，眸目清冷，唯有神色中带着破碎感。他轻轻晃动着茶杯，自有一副运筹帷幄的贵公子模样。他轻声道：“该杀的。”然而下一秒，便见心腹刘明迟疑着呈上一封信纸。大人，另外我重新调查了陆家，请您过目。这是陆家满门被流放的真相，也是夫人宁愿合理也不愿拖累您的真相。顾燕之怔怔接过书信，上面写着的是陆大人与淑妃的书信往来。原来陆大人是一名清正的台监，太子12岁时便欺辱过臣妻，那人乃御史台大夫陈彦礼，而后一纸状告上报朝廷，可换来的是为保全皇家尊严，陈家为逆臣，满门被屠，而太子不过禁足3月，陈家唯独留下了未曾造册的庶女，他夫君病死却已然有孕，而后为求公道，孤身入了皇城。这些年陆大人与淑妃一直在收集太子残害女子的证据，陆大人以为滔天罪行是不会被掩埋的，却不曾想到头来换来的是全家男子被流放。淑妃入宫前曾生下幼女，在城外农庄养着，那幼女便是陆念轩。而后淑妃身份被太子怀疑，淑妃便将陆念轩托付给陆大人。我之所以答应替陆念轩冥婚，便是因为愧疚。书信中有一纸是我留给陆家老夫人的书信。祖母，是我霸占了念轩人生16载，而今我替他明嫁，我别无怨言。福愿祖母身体康健，长命百岁。陆念轩在农庄过得并不好，受尽欺辱，食不果腹。而那些，我以为那原本该是我自己承受的，所以我日复一日自责，所以我才会想要替陆念帆去死。是那么好的陆双灵啊！如果早调查到这些，如果他能再仔细些，如果他能发现这些异样，是不是双灵就不会死了？顾燕之拿着证据，只身去了陆家。陆家正厅是陆老夫人来迎接的，她拄着拐杖，脸上尽是疲惫，还带着对顾燕之的埋怨。顾大人欺我陆家无男子，堂而皇师带走我家女眷尸身，如今来陆家有何贵干？顾燕之把收集到的证据让刘明呈上去，然后冷着声音说：若陆老夫人得知陆双莹才是正统长女，不知今日您可否会为从前的种种感到难过？顾燕之在来之前就已经调查得知，我体内的慢性毒药是陆夫人所下。他知道陆大人之所以瞒着陆家所有人，把我的身份设计成被对调身份的假千金，便是已做好了让我替陆念轩赴死的准备。他是想保全至交好友的唯一血脉，可我又有什么错？凭什么平白就要替他去死？他们这一生不惜以全家性命做赌，去求一个公道，可为何对待自己的血脉却不要这公道了？他不明白，所以他想好了，这份真相他是要给陆家的。他要让他们知道，是自己亲手逼死了陆家的血脉，
叫他们悔恨终身。陆夫人也走到陆老夫人身边，一张张看完了证据，然后她浑身止不住的颤抖，落下泪来，仿佛被一股巨大的悲怆笼罩，声音沙哑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所以你是说，阿玲才是我的女儿？他恨啊，恨夫君为保全好友血脉，连自己也欺骗。他悔啊，悔是自己亲手把亲生女儿送上了绝路。陆夫人身体像被密密麻麻的针扎过，彻骨的寒意涌遍全身，一瞬间血液都仿佛凝固了。顾大人通天本事，为何要伪造出这些证据来欺骗老妇？念完就是我陆家的嫡女，阿玲是外室所生。除此之外，顾大人所言，老妇并不知晓，也断不会认。陆老夫人和陆夫人看到了这份证据，都已经清楚此事真伪，可陆老夫人不能认。如果认了这桩事，便是陆家七君、陆家女眷没有一个能保住。陆老夫人不必担忧了，这些证据都随着双灵的死一同消失了。你们该庆幸，双灵纵使这些年从未得到过家人的疼爱，可在死前她最挂念的还是你们。他声音越发凄冷，从我离世后，他什么都不在乎了，什么陆家女眷，死便死了，与他何干？可他害怕我会责怪他。我与陆家的恩恩怨怨就到此为止了。从此往后，我顾衍之与陆家再无瓜葛。既是我所愿的，便遂了我的心意。她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所以我对她做了什么？他记得我幼时爱吃枇杷，他便精心种枇杷树。枇杷果子结满的时候，我总开心雀跃地缠着他要摘果子。可后来陆念轩回来，说他枇杷过敏，陆家便一棵枇杷树都没再留。他想起我自作主张和离时，他对我也只有埋怨。若非你嫁这般无用之人，怎会保不住你阿爹？我不和离，难道要让他跟我一起送死吗？阿娘，我只求您这一桩，随了我的心愿吧。他想起他在送行的糕点里给我下了慢性毒药时，我就那样悲痛地看着他，泪流满面的一口一口吃完。阿娘，我已经很久很久没吃过您亲手做的糕点了，很好吃，我很喜欢。眼泪混着糕点，又苦又涩，怎么会好吃？可那时的他只是冷声斥责：陆双灵，要怪就只怪你那妾室母亲，你让我的念轩受尽苦楚，如今用你一条命来还，已是善待。我一顶轿子从后门而出，他一眼都未曾看过我，一眼都未曾。这是他的亲生女儿啊，这是他10月怀胎，受尽苦楚，发誓要捧在手心如珠如玉养大的女儿啊，他怎能这样对待他的女儿？直到顾燕之的背影消失长廊，他再也忍不住嘶声大哭。陆老夫人看着如此悲痛的陆夫人，也只觉胸腔堵得难受。她最看重出身，妾室女儿自然不得她轻眼。可就是这样，她不看好、不喜欢的孙女，最后却为了未曾善待自己的陆家付出了生命。陆老夫人拍了拍陆夫人肩头：“你必须记住，陆双灵只是庶女，是嫁出去的庶女，她甚至无法在陆家给我立碑。”顾燕之从陆家回来以后，最常去的就是大昭寺。她每次去，都会在祈愿树下挂满她未曾挂上的祈愿条，愿阿玲事事顺遂，一生圆满。有年幼的小沙弥看到顾燕之，便不解地问他：“施主，为何总许同一个愿望？”因为我别无所求。神佛在上，他从不贪心，所求只有这一桩。愿双灵事事顺遂，一生圆满。祈求不了今生，便求来生，可好？顾燕之每逢休沐都会来，持续1年后，他竟然遇到了那年在客栈的乞丐。彼时他是受人供奉的圣僧，是受百姓敬仰、救人于苦难的圣僧。他瞬间怔住了。各寺的高僧齐聚于此，礼佛求拜。待到仪式结束，顾燕之才找上前去，拦在圣僧面前。大昭寺住持眉眼不悦：“顾大人，莫要扰了圣僧清静。”“无碍。”他将顾燕之请进禅房，给他泡了一壶茶水。“有何想问的，便问吧。”顾燕之没喝茶，只定定看着那圣僧。“你既是圣僧，为何骗人？客栈前，你说双灵会生下龙凤胎，可她死了。”圣僧淡淡看着他，很平静地让他喝茶。
万事皆有缘法，也皆有轮回。贫僧所说的是前生，亦或是来世？施主又怎知今生所遇之人无关前尘？圣僧所言，顾燕之全然不解。他饮下热茶，正欲追问，圣僧却全然不见了。他问了大昭寺的住持，住持说圣僧回雪山了。他派人调查了这圣僧，且说他有断生死、窥探未来之能。圣僧所言他不解，亦想求得来生与我再相逢。青龙雪山10001层台阶，须得一叩一拜，才能求得一见圣僧。于是他去了。赤裸双足，身高7尺的他，虔诚之至，一叩一拜。冰霜雪冻之下，他晕过去3次，双脚全是冻疮，仍一步步往上。徒而废的信徒见了他，纷纷感叹：这男子究竟所求为何？竟不顾生死，也要求见圣僧。这般男儿，世上罕见。若世间真有神佛，他愿用余生寿命换我重活一遭。悲天悯人的圣僧啊，他只此一愿，纵要他从此生死昏消，亦无怨。行至青龙雪山峰顶，只见皑皑白雾中，一座寺庙若隐若现。求上来的人皆称圣僧是假，未曾见过寺庙。唯有顾燕之一叩一拜，行至寺庙，推门而入，周遭人纷纷讶异。那男子怎行至那白雾处，便不见了身影？顾燕之推开寺庙大门，只见圣僧凝着他，长叹一息：你所求无法遂愿，且看你如此执念，本座便让你窥一窥你的前尘。佛香袅袅，顾燕之从未有一刻这般平静。他好像做了一场梦，梦里是朝阳18年，他是大昭太子，而我是大昭公主，两人并非生于一母，感情却极其要好。那时大昭正逢战乱，顾燕之作为太子，常常要领兵亲征，于是我便日复一日等在城楼上。我最常说的一句话便是：兄长几时归？婢女一遍一遍告诉我：公主，战乱不休，太子恐难以回朝。等到捷报回来了，公主便能等到太子了。我最常做的一件事，便是替顾燕之祈福。等他大胜归来，我的兄长顾燕之战无不胜，所有的人都认定他不会输，唯有我时常担忧，夜夜梦魇。世人只关心顾燕之打了什么胜仗，唯有我是看见过他身上狰狞伤疤的，是害怕失去，才越发担忧。战场上的是我的亲人，也是我在乎的人。朝阳18年冬，陛下为我寻了一些才俊，说我到年纪了，也该出嫁了。我哭了整整一夜。太子是你兄长，你总不好天天缠着你兄长。才学盎然的崔家嫡子，清风傲骨的文臣，出自寒门的状元郎，却唯独没有武将。为何不曾有武将？战场无眼，我只愿阿玲此生得以如意郎君。可我一眼都未曾看。今日陛下寻的郎君，个个都是容貌家世鼎鼎好的，为何公主一眼都没瞧？我躺在床榻上，侧过身去，我没有回答他。在这世上的男子只有2种，兄长和旁人。等年关时，捷报抵达京城，我便开心雀跃。兄长没骗人，他每逢出征，便会为我寻些讣文来摘抄。上次是上林赋，这次是子虚赋。今日我的讣文刚好抄完，兄长的捷报便已抵京了。我披上粉色的大簇，又让丫鬟婢子为我整理了着装。这便是我们大昭的战神，无数京都贵女的梦中情男。可惜啊，可惜，圣上已经为他指婚了。千娇万贵的丞相嫡女，两人真是相配。我听了这话，心中涌起又酸又涩。兄长入城时，我像赌气般没去迎接，去迎接的是许娇娇，二人在城门口攀谈甚欢。我心里像是被啄了一下，难以名状的在痛。公主不去接殿下吗？我转过身不去了。我下了城墙，便见顾燕之高坐马背，似在等我。我念着不愿唤他皇兄，他似笑非笑，一张金贵冷漠的脸更清瘦，也更冷峻了。阿玲，皇兄回来了，我带你回宫。他说了这话，便拉着我上了马背。他的前胸贴在我背上，气息灼热，
我不觉间像是蚁虫在噬咬我的心。你要成婚了？双灵不愿我娶。我咬着唇，心像是被刺了一下。京中人人都传父皇给你赐婚了，可为何世间所有人都知道了，却唯独我不知道？冬雪纷纷扬扬落着，好像落在我的心上。半晌，他终于出声：“等双灵嫁出去，皇兄再娶。”他的声音像是被打磨过的沙粒，淡淡的，轻轻的。年关前，丞相之女便嫁了人，是清河崔氏的嫡长子。我不知道这其中是否有顾燕之的手笔，我只欢心皇兄不必娶了。那日丞相嫡女成婚，我去了，把我无比珍视的翡翠玉镯送给了他。公主，臣女有疑问。当京城有无数郎君，公主为何不愿嫁？我怔住了，好半晌才说：“我还不想嫁人。”那女子平退了婢女，又问：“公主是不愿嫁，还是想嫁的人不能嫁？”我沉默了，我不知道如何回答。到底是不愿嫁，还是想嫁的人不能嫁？这几年，我从不敢说起这些话题，更不敢有任何妄念。我怕他日若是自己心生了妄念，就会让我万劫不复了。他是我的兄长，也只能是我的兄长。公主，臣女也有想嫁却不能嫁之人，如今臣女所愿落空，伏愿公主如愿。我在他身前仿若被看穿。那日回到皇宫是我的生辰，父皇说来年春日便为你寻一如意郎君，我瞧了瞧，觉得那状元郎还不错。双领觉得如何？我瞬间就不说话了，那双凤眸中隐约可见泪光。皇兄也觉得双灵该嫁人了？顾燕之怔愣了一瞬。前些日子，我去参加丞相府的婚礼，那许小姐问我，公主是不想嫁人，还是想嫁之人不能嫁？皇兄知道我是如何答的吗？烛光中微微瞧见我神色淡然，顾燕之握着杯盏，迟迟不语。他恐怕听了这话，他便不愿我嫁了。阿玲，比你年幼3岁的公主都已然成婚，不能一辈子不嫁。那时我没回他，是因为我想嫁之人不能嫁。皇兄，我长于皇城，也只想困在皇城。殿下，公主还是不愿嫁吗？顾燕之一杯酒接一杯酒喝着，默然半晌，他终于开口：“不愿嫁，便不嫁了。”顾燕之何等英才，能洞察人心，又怎会看不清自己幼妹的心意？他想清楚了，我若不愿嫁，便不嫁了吧，为我抗旨拒婚，有何不可？殿下可知，今日过后的风雪会越来越盛大。顾燕之想，他这一生忽悠了万万民众，而今他也想护住自己的幼妹，让我事事顺遂。那日向来功效的太子抗了2道旨，一旨是替幼妹抗的赐婚旨意，一旨是替自己抗的，也是赐婚旨意。陛下大怒，也因此无数言官上谏，恐太子与公主兄妹有染，乃皇家耻辱。朝堂中言辞愈发激烈，而后边关大捷，顾燕之匆匆带兵赶回。他出征前只对我说了一句：“阿玲，不必等皇兄了。”临行那夜，赵贵妃带酒与我畅饮。赵贵妃是我的生母，亦是皇后的手帕交。酒意正浓时，赵贵妃放下酒杯，指着顾燕之策马离去的方向：“阿玲，母妃常常在想，是不是母妃错了？”我12岁那年，第一次洞察到自己对皇兄的心意时，茶饭不思。我一直觉得自己是觊觎兄长的女子，我怎能觊觎自己的兄长？赵贵妃得知，便和我说了顾燕之的真实身份。大昭开国那年，皇后曾被敌军掳走，而后怀上了敌军首领的孩子。顾燕之是皇后与敌军的孩子。那时我便知晓，我跟顾燕之绝无可能了。若她身份被世人知晓，她不再会是大昭千尊万贵的殿下，她会被钉在耻辱柱上。她的身份是一道催命符，所以我不能说。赵贵妃最后是哭着跟我说的：“母妃知道，你想嫁的人不能嫁，可如今你为了你的皇兄必须要嫁。若你不嫁，他便一生不会娶。”陛下绝无可能会把大昭交到不婚娶的皇子手中，而手握重兵的皇子若不做皇位，下场如何，你该知晓。母妃的意思是，我若不嫁，就会害死兄长。那日我哭了一夜，
12岁那年，我也哭了一夜。我宁愿困在皇城，也不愿再嫁他人了。可此刻我才知道，世事并非能得圆满。纵使我已然做好玉碎准备，却还是有不想为，却必须为之事。我嫁给了状元郎，我还是日日抄着皇兄让我抄的离私赋。我想，等离私赋抄完，皇兄的捷报便也该传回城了。昭阳19年，离私赋抄了整整12遍。皇后忤逆圣意，幽居乾安宫。昭阳20年，离私赋抄了101遍，兄长还是没能回来。那年冬日，状元郎终是叹息，握着我的手跟我说：“公主，不必再抄了，殿下他不会再回来了。”我抬头静静看着他，比想象中要平静许多。是不会回来了，还是不能回来了？状元郎沉默了，我了然点头，连夜入了宫。赵贵妃得知我已知晓，连连叹息：“阿娘早知，便不阻你了。”原来是他抗旨后，他的身份便被皇后身旁的婢女举报，为的只是出宫机会。那婢女不知，皇后之所以留他在宫中，便是早有提拔他做女官之意。那一战不是出征，是他该走的断头路。我悲痛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皇兄是如何死的？在水牢49日，受尽鞭刑，凌迟而死。我痛不能言，捂着胸口，只觉得同样的痛我也在承受。阿玲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若早知如此，吾妃便不该阻你的。殿外的风雪更大了，我这一步一步迈向风雪中。离私赋是王夫写给妻子的信，这是皇兄给我的回应，已然足够。我一步一步来到了大昭寺，在这殿中，我求了无数次。我用余生寿命求来生，求来生能与顾砚之有夫妻情分。昭阳22年，我生下一儿一女，龙凤呈祥，所有人都以为我走出来了，可我却舍了幼子，孤身去了大昭寺，以余生寿命祈求来生能与皇兄有夫妻情分。纵只是3年，我也认了。我日日跪在神像前祈求。昭阳23年，我跪在神像前，心脉尽断而死。顾砚之从梦中醒来时，大汗淋漓，他心痛得不能喘息。这3年夫妻情分，竟是我用前生寿命所求。醒来时，圣僧坐在桌前饮着茶，顾砚之长跪在地。圣僧，我愿此生不入轮回，求你再让我见阿玲一面。尘缘已了，已然了却。这3年夫妻情分是他所求，亦是神佛怜悯。而今一切已止，你们不会再有来生缘分，又何必苦苦哀求？圣僧，我只想再见阿玲一面，哪怕是让我永生不入轮回。既以后生生世世不能与我相逢，那他又何必再踏入那轮回？前尘已止，一切已然结束。圣僧没说，前生我便知一世缘分止于此，是我永不入轮回，想求来这3年缘分。轮回已无我，那座寺庙又成虚无。他一人孤寂地站在圣雪中，他回望，就好像能看见长跪风雪中的那道纤细单薄的身影。若来生不能再相逢，他便只能祈愿来生我能觅得如意郎君，与我岁岁安乐。他所求，竟是如此。他隐约见到风雪中有一朵昙花盛开，最终又归于虚无。风轻轻浮动，昙花花瓣落在他墨发间，不觉间，有些记忆在慢慢抽离。等思绪回笼时，顾砚之已然忘记了我，忘记了成婚那3年，更忘记了前朝今生。身旁所有的人都闭口不提我之事。同年晚春，陛下赐婚他与户部尚书之女，他遵旨了。对他而言，好像娶谁都一样。陛下赐婚，你我都无法抗拒。我知你对我毫无感情，我对你亦是如此。我只愿与你夫妻和睦，旁的我不奢求。顾砚之应答了，比起娶一个所求颇多的女子，不如袅袅。
他会待她好，但也只是待她好。成婚后第2年，兄长疾病去世，阿嫂跟着殉情，故乡在次年的3月也病逝。自此，他无一亲人在世。他屡破奇案，他说他这一生是为天下再无不公。他在府衙通宵达旦，袅袅便备好吃食，一切都好像归于了平静。只有顾燕之总是在拼命地想：我是不是忘记了一段记忆？大人说笑了，比起让他想起那段痛苦的回忆，不如从此忘了干净。你嫁给顾大人已有2年，为何这肚子迟迟不见动静？袅袅抿唇不语。他跟顾燕之还未有过夫妻之实，这肚子如何才能见动静？唯有了子嗣，才算在顾府立住脚跟。朝堂动荡，东宫之位岌岌可危。唯有顾燕之相府唯一血脉，而相爷是陛下生死好友，也因此无论那把火如何烧，都不会烧到顾燕之身上。这便是袅袅嫁顾燕之的原因。袅袅那夜回去便备下晚膳，难得喝了些扶桑酒。他不过喝了些酒，脸上便有了些红晕。夫人今日可是有何喜事？袅袅羞红一张脸，只觉难以启齿，却还是鼓起勇气，命婢女吹了烛火，点了香薰，然后又卸了珠钗。夫君，你我成婚已有2年，也该有何子嗣了。不愿做的事，又何必强求自己？顾大人，你以为我想如此吗？既娶了我，便该有夫妻之实。我家需要一个孩子，我也需要一个孩子。你娶我时曾答应过会好好待我，为何未不能替我想想我的处境？他是知晓他与我的过往的，所以嫁他之时，他便未曾想过要得到他的心。他想，女子这一生都得仰靠夫君鼻息而活，男子便能3妻4妾，所以他想嫁给谁都一样，那不如嫁给能给家族带来庇护的男子，而顾燕之是他最好的选择。寝殿外忽然听见有婢女在喊：“枇杷树结果了！这枇杷树好像是大人亲手种的，等落了我们便尝尝，定然清甜。”顾燕之忽然愣住了，他没回应袅袅的话。枇杷树结果了？袅袅不解，顾燕之自顾自推开殿门，走到庭院里。他看着满庭院的枇杷树，闻着枇杷果香，好像看见一个女子就站在树下，气鼓鼓地对他说：“顾燕之，我可不想吃有皮的枇杷果，你给我剥皮。”他什么都记起来了。袅袅整理了衣服，走到他面前，而后便听见他声音平静地说：“庭有枇杷树，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，今已亭亭如盖矣。枇杷结果了，你说他可还会回来？”袅袅怔住了，他知道他想起来了。我怎么能忘记他？怎么能？袅袅不说话了，只是沉默着回了寝殿。汹涌的泪水夺眶而出，他只是替他难过，难过明明彼此相爱的人，如今要阴阳相隔，他只是难过，为何这世上偏要有如此多的不圆满？他能理解他的，真的能。他所爱之人是府内侍卫，最后爹娘却把那侍卫沉了塘，那之后他日日后悔难过，是他爱上了不该爱的人，这世道便是如此的，怪他生了妄念。这世上多的是身不由己，多的是悲痛过往。袅袅想，若有来生，她不愿再是世家女了，她只要她的小侍卫。顾燕之连日入宫，她求了2道旨意，一道是她辞官，一道是为户部尚书求来国公之位，位列3公，往后朝堂纵有万般动荡，陛下定会权衡轻重。陛下又恼又怒，却又无可奈何。他不懂如此的青年才俊，为何偏偏为情所困，受缚于己？可他所求，他还是允了。而后顾燕之便去了亡妻墓前，他带着已然成熟的枇杷果，视若珍宝，捧至我墓前。双灵，枇杷结果了，我本想叫你来吃，却恍然发觉你不在了。你这一生所求，不过我青云直上，平安顺遂。可我所求，也只是你事事如愿。双灵，我若是没了你，这一切都没了意义。前生他在水牢受尽酷刑时，只觉遗憾，遗憾未能说出口的真心。而今他又觉遗憾，遗憾他从未厌弃过我，却偏偏让我生了误会。早知这一生夫妻情分是我强求来的，
纵使我一刀一刀剜他的心，只要我愿意，他可以做那个地刀人。若与我再不能相见，他便也不愿再入这轮回了。秋风萧瑟，梧桐叶飘落满地。顾砚之死在亡妻墓前，坟墓前长了一株昙花，随风飘散。师尊，为何会为凡人伤怀？总归世间皆有因果。无关因果，只是痴情如此，最终却还是要遗憾错过。可这世间一切已有定数。那3年，已是他化去500年功德所求。秋雨帘幕，他回望此处，故人何在？烟水茫茫，浮生如此，别多会少，不得圆满。我对顾郎是一见倾心，他生了一副好样貌，我便为他情动。听闻他在白鹿书院，于是我便做了我一生中最逾矩的一件事。女扮男装，入了白鹿书院学习，与他同窗3年。他最爱的是引经策论，心中再无其他。于是我开始想要逗他。顾郎，这是给你的惊喜。原来是你。不料他眸色平静，只带着那菜花蛇去山间放生了。万物有灵，去吧。一计不成，再来一计，我便让侍卫假扮山匪，在他受惊时出场救他。可他竟然跟我侍卫攀谈起圣贤道理，试图以理感化他们。天下不平，吾等怎能安心立于世？那夜，侍卫们纷纷出逃，竟说要去参军，要还盛世太平。我心生趣味，趁着醉酒，我勾着他的脖颈问他：可愿成为我的男人？他惊慌而逃。再见是第2日，他亲自打了聘宴，站在我府前。昨夜所说，可是真心？我这一生只认定一人，若你是真心，我便上门求娶。我意外他知我身份，更意外同窗3年，我如此欺他辱他，他未曾有一刻动怒，也未曾拆穿。顾郎，这世间并非人人要如我一般循规蹈矩，郡主所谓未曾伤及旁人，只是随心而为，有何不可？若嫁给我，一切都可随心而为。阿爹，我要嫁给顾郎。好，选个吉日，阿爹便入宫请陛下赐亲。扶桑，是阿爹亏欠了你。宫中适龄女子，不过你与陛下的公主。唉，若非是你，便是那公主。他的言下之意是，陛下不会让自己的公主嫁去偏远之地，便只能是我。我苦笑了一瞬，而后我决然踏上和亲之路，只给顾郎留下一封书信，愿他能娶良妻。和亲5年，我受尽屈辱，也让我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可能。他们把我送回来了，别无其他，只是羞辱。我是想过寻死的。我愿娶你，你可愿再嫁我一次？如今我已经是残破之身了，我配不上这么好的他。可次日不是书信，是真真切切出现在我面前的他。他坐在轮椅上。扶桑，别怕，我也早已是残破之身了。你莫要嫌弃我，好吗？我摸着他的脸，一寸一寸抚过。这些年他得知我的遭遇，却又无能为力，难过的心脉尽断。他是为我而残破的，我怎会嫌弃这样好的他？成婚后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几年。我知道你此后不愿再嫁人，却也希望你能事事顺遂，健康长寿。我会在天上护佑你。我答应了他，要好好活着。可顾郎啊顾郎，我这一生事事顺遂，唯独在嫁你这件事上没能如愿。那些痛苦的回忆日日将我噬咬，
我是断崖花，你是渗进崖壁的那一缕光亮，是你让我多活了这2年。没了光照，你让断崖花怎么活？枯萎着，煎熬着，等着花落吗？顾郎，只是活着，便不叫活着了。若有来生，我愿我如初见时鲜亮，愿与君逢，愿人生能有圆满时，更愿百岁安好，岁岁无忧。